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9号星期五了。手表问我是否开启今天的计划。今天的计划是一共40公里，35公里的渐加速和最后5公里冷身，就是把之前那个30公里渐加速加5公里冷身又加了5公里。怎么加呢？看啊，第一个5公里算是热身，配速区间比较宽，5分到6分，然后之后从4分45到4分55开始，10秒一个区间，就每5公里涨10秒。4分45、4分55，然后4分35、4分45，以此类推，最后加到第25到30公里的时候是4分05到4分15，对吧？那最后还有10公里，最后那个5公里配速区间又变宽了。你看刚才25到30那公里是405到415，对不对？然后30到35那公里就是335到405，就可以往前冲了。那最后5公里冷身，天还没有全亮啊，得小点声。带了水，然后新的臂套，这里塞了一包电解质，麦盛的那个液体电解质，然后今天的补给，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长距离训练的补给。今天2个能量胶，普通的。看今天穿的是这个，这个是菲比特那个 3.0 Pro， 它就比 3.0 那稍微短了一点点，然后轻薄了一点点，但是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这儿，它去掉了前面的兜，这是一个妥协。今天第一次上身穿，之前收到了，但是一直在穿北京那条。行，手表也搜好星了，出发。第一个5公里快结束了，第一个5公里掌握的还行，都是5分10几、5分20。然后那瓶水是单纯的电解质，就买的那种电解质粉末冲的。就如果你吃能量胶水，像这种训练就不太需要太多甜的东西。今天的补给计划是差不多17、8公里吃一个，然后27、8公里或者到29公里再吃一个。因为其实最顶的是最后的那5公里，就是30到35。前面10公里之前不吃其实无所谓，因为强度不大。虽然像今天这种训练不会像比赛那样那么吃早饭，出来之前吃了一片白吐司，一杯黑咖啡，还有500来米。上1公里好准啊，上1公里4分30。这一组的要求是425到435。但是这个就这1公里会比较难，这1公里是好多上下坡，现在在上坡，就是会不稳，但是整体1公里差不多就行。18公里了，准备吃第一个胶。就这种普通100显卡，没有咖啡因的。像比赛上吃胶也得练，就是你越是目标赛事，就是越在你的不可控速度下，越得练。就有的能量胶可能好撕一点，有的可能不好撕一点。尤其是这2年大阪，第1年我是果断没戴手套，就是怕撕不好。第2年实在有点冷，但是好在还好。看这儿有下坡，这坡挺陡的呢，所以就要慢一点。你看都4分10了。然后下一组是415到425，然后405到415，然后之后就放开了，再冲最后一个5公里，然后5公里跑回家。来到，
比赛中也是，你吃能量胶的时候尽量别选择在上下坡，就是特陡的那种。上坡呢稳定别掉太多，下坡呢别用能量胶耽误你，下坡得往回找点速度。你看像平稳下来了可以吃了。然后比赛吃能量胶的时候不用贪多，就是你别一口气使劲往里嘬，就呼吸还是要保持。但是我的经验是，就是你看我现在速度慢了，看没？一说话再吃能量胶，你分心，肯定你的速度保持会差一点。而且呢，我的经验，心率会上升5到8个点。进水站什么的都是慢慢往下再调，没有什么可以调回来的办法，你就在平稳跑一段就好了。你看我这吃了一口，大概吃掉了60%，在手里拿着。然后你稍微调整一会儿呢，再吃一口。然后再吃第3口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手挤一挤了，就卷一下从底下往上。因为你最后想吃干净这一点挺费劲的，但是像我这训练就没办法，而且这边也不太好扔。然后我们就卷一下，看没？从底下往上。这儿吃完还得把袋塞兜里。因为没有能扔的垃圾箱。在比赛中吃能量胶，对我来说还有个麻烦事儿，就是这手上粘了特不舒服。那年上1公里428，虽然顺时配速起起落落，但是还是很稳。这吃完了就我的窍门是这样的：抹抹脸上的汗，然后稀释一下，往身上一蹭。看大河原先生，你比方说现在就抹了一下汗，然后往裤子上一蹭。然后像训练中吃能量胶是这样的，2个目的，一个目的是让你的训练完成度就更好，像今天这种训练不可能不补给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呢，珍惜每一次吃能量胶的训练，因为你大多数日常轻松跑不吃胶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吃完这能量胶以后呢，第一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测试口感吸收，测试不同品牌不同型号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我觉得最关键的，就感受能量胶吃下去以后身体的感觉，然后回去给它记下来，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。就比方说我是在差不多18.5快19公里的时候吃完的，18.5开始吃的，然后你就感觉说，哎，再跑几公里你能感觉到有劲儿，这个到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。不管是今年的大半马还是全马，我都有这个心理暗示。就在最后快顶不住的时候，吃完最后一个胶。我在大阪的全马是34公里吃了最后一个。吃完以后，我当时就我给自己有总结我的身体大约10分钟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吃完以后我在想，坚持到36公里。来的，来自然。坚持到36公里，然后我就能舒服，差不多3、4公里就很舒适。那比赛要结束了，这一个心理暗示特别有用啊！高楼上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有就是平常训练的时候，如果你打算在比赛中第一次尝试咖啡因的能量胶，也是要在训练中要试。而且必须得是在训练中吃，你平常说我这个顿少吃2口我试试，
它不起刚才我说那2个作用。我觉得感受身体摄入能量胶之后的变化，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收获的一个经验。行，那咱们待会儿再聊。还有不到1.5公里就30公里了，然后30到35是个挑战，我要冲起来。这是第一次，之前看我节目的小伙伴看过的都应该知道，只跑过30公里间加速，就是25到30，就是这个5公里是冲起来。到30公里谁都累，我现在有点累。你看从开始到现在，整体的平均配速是4分39，间加速。一会儿还有1公里的时候，把最后一个胶吃掉。今天吃2个胶。然后这样我的身体条件10分钟差不多就是那5公里跑到1公里多的时候，是我觉得最有劲儿的时候，再抵消一下疲劳就很合适。就是其实每个人不一定，或者一个人像我现在也不一定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是一旦这个心理暗示形成，它就是你真正快步，就是快很累的时候的一个赛场上的救命稻草。这组要求的配速是405到415，所以大家得在赛场上找救命稻草。就像那天我分享一位大哥，东京马拉松，还录视频了，29是29吧，应该是。他后来就单独跟我分享，他说他找到一个妙招。他比赛那天带了一只耳机，一开始什么都不放，过了35、6公里就单曲循环一个歌，就是他特喜欢的，说这也特有用。上1公里408很合适。这我也有过经验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半马想冲进120的时候，就循环放一个歌，那时候还带手机参赛呢，就不一定是那个节奏，可能是一句词儿或者一个熟悉的感觉。能量胶也是这样，就是得给你比赛中的这些事儿找到一个小小的仪式感。就像我总提醒大家说，想冲成绩过了最多过了37.5的那个饮水站，就什么都别再进了，会打乱节奏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到极限都忘我了，可能有的人会最后会进得特频繁，或者比方说现在那年有波士顿，最后能量胶发的特多，就老吃，就老觉得想让它变成你的下一个阶段，这也是不可取的。行，准备吃胶了。啊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这是葡萄味的。我对口味不挑。行，吃完了，换个摄像机，我们最后这个公里多拍一拍。还有几十米的加速，先目标加到350以内，看看行不行。第一次保守一点。到，好了，这组手表设置的是335到405，很宽泛。
忘了吃这个液体电解质，现在给它吃了快1公里了。345第1公里。第2公里3分47。上1公里3分42。还有2公里，确实已经很累很累了。这种累就是马拉松的累，就是肌肉没劲儿了。第4公里3分42，还有最后1公里，好累了。要结束了。3分43，最后1公里。哇！可以吗，小伙伴？看上面的公里数，35公里，距离拿捏的刚刚好。从这儿到我放水壶那儿，1公里多30米。大本城就从这个口，这个桥就是大阪马拉松的42公里，拐进来这个方向就冲刺了。从这儿到我们集合的烘焙店，整1公里。看看真实状态，看看。早上好。哦，你好。我有看你的 YouTube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我第一次过来。从哪里来？我从香港过来。香港过来哦。对。那普通话说的很棒。谢谢谢谢。看先生穿了双必卖。我是看你穿我才买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比赛就穿这个 Turbo。谢谢你。平常练习就穿这个。哦，好巧啊，真的是偶遇啊。真的偶遇。来旅行。来旅行。而且特别巧的是，我刚刚完成今天的大课。哦。你看到我的时候，刚刚结束35公里。那我太幸运了。35公里，我太幸运了，我太幸运了。您方便可以被拍到，对吗？没问题，我自己也有 YouTube。哦，那您怎么称呼贵姓？我叫 Michael。Michael。对。那您的频道是？我的频道叫米高工作室。米高工作室，米就是米老鼠的米吗？对，没有错。高是？我名叫 Michael 嘛。OK。所以叫米高。高，抱歉，我问一下，是高上面高的这个意思 ？OK。
小伙伴们，米高工作室对对对，也是分享跑步和运动吗跑步的还有其他玩一些玩具的模型的都有。 ？OK，对，就生活记录嘛。太棒了，对对对，回去就订阅。你的频道我学到很多东西。非常哪里？感谢？我有看你的比赛那些分享的。哪里？还没有去过香港，很遗憾。哎呀，要过来，转过2次飞机在机场。你过来香港，我带你去香港要跑步的一些地方。好呀，有机会去香港跑一次马拉松。好嘞。小伙伴们，我歇会儿，待会儿咱们再聊。小伙伴们，我已经快到家了，马上就40公里。今天咱们用了一场40公里的大课，跟大家分享我的赛道补给。今天整个的补给是起跑之前大概有40分钟，我吃了一片白吐司，一杯黑咖啡，之后18公里吃完第一个能量胶，100千卡普通能量胶，然后大约在29公里吃了第二个同样的100千卡普通的能量胶，然后在5公里开始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公里就是30到35的1公里左右，吃了一袋液体电解质，其实应该早吃，我给忘了，搁到臂套这兜里了，没想起来。然后这个水你们看还剩这么多，还剩，嚯，车不大，声不响，因为我没有装满，还剩大约1/4，马上就到了。训练完成。哎，今天不错啊，第一次跑40公里的课表，往家走，把一点水喝完，一共用了3小时03，整体的平均配速4分35。课表和今天的训练我都现在贴在屏幕上，节目开始也有课表在屏幕上。前35公里是个减加速的训练，最后5公里冷身，还碰到了观众和同行，特别好。这个水就是电解质粉末，没有热量的，它就为了平衡电解质的苦涩，可能有一点点糖。大概一共有30千卡，然后整体上吃了2个100千卡的能量胶，然后呢，起跑前早上起来吃了一片厚切的白吐司，大概有130千卡。那加起来的话，就是差不多360千卡左右的热量，从起床到现在摄入，然后一个40公里，我这一个40公里，手表告诉我的消耗是2132千卡。它其实这种就根据你的年龄、性别、体重这些算出来的，基本都是估算，而且大家的模型公式都差不多的。手表告诉我预计1.9天后完全恢复，在我的掌控之内，我觉得很 OK 的。明天早上就是轻松跑了。今天用一场40公里的课跟大家分享补给，大家可以反正您不一定完全按我的来，但是可以借鉴我的经验，因为我不可能害我自己。这种课很顶的，包括我的目标比赛也是都很顶的。我不可能在这种时候专门弄一个假的去怎么样，对吧？肯定都是最真实的。我认为，就至少我目前的经验和认知，我认为就是对我最合适的。然后为什么我也跟大家分享了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都是有的，您可以听完我分享的为什么呢，然后自己去调，好吗？那就感谢大家陪我完成了一场人生中第一次的40公里啊！小伙伴们，回到家了，看这个我发明的喝法。这是那个樱桃汁、碳酸水、冰块。刚才正好没说完，相机没电了。今天早餐有点豪华，因为昨天我们去了大阪城的烘焙店，还有那个头一天没卖完的面包的那个打包，就几百日元的买一大兜子，你看。所以今天早上就不吃吐司了，就是这种面包，这有点油，其他的都还行。我今天家属准备2个鸡蛋，这个是拿牛奶冲的咖啡，但是没有全搁牛奶，一半吧。行，果酱，
那就这么着，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跑完还是喝凉的痛快。咱们下回再见。